公元前202年，垓下。这不仅是一场战役的终结，更是2个时代的交割。那个崇尚个人勇武、贵族精神与血统荣耀的旧时代，在这里被彻底埋葬；而那个崇尚科层制、集权与绝对服从的新帝国，正在尸堆上缓缓升起。韩信站在了巅峰，他刚刚完成了人类战争史上最精密的围猎。他向世人证明，在这个新世界里，极致的精密算度足以瓦解力拔山兮的旧日神勇。他以为自己是这个新帝国的合伙人，甚至是新规则的制定者，但他算错了一件事。在战争的逻辑里，胜利的标准是战必胜，攻必取；而在政治的逻辑里，胜利的标准是独占主权。当项羽倒下的那一刻，韩信这把专门为战争锻造的绝世利刃就瞬间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。他的锋芒越盛，对执剑人的威胁就越大。这不仅是一个兔死狗烹的俗套故事，这是一次必然的系统排异。一个试图用军事逻辑去解构政治权力的天才，最终被权力的黑洞无声吞噬。要理解韩信为什么必须死，首先要看他是如何把刘邦逼到绝境的。公元前203年，楚汉双方在广武涧签订了著名的鸿沟合议，中分天下，割鸿沟以西为汉，以东为楚。这是一个神圣的地缘契约。项羽信了，那个恪守贵族信条的霸王真的释放了刘邦的家眷，引兵东归。但就在项羽转身的一刹那，汉军集团展现出了集体的毫无底线的实用主义。张良与陈平这2位大汉最顶级的谋士，劝谏刘邦立即撕毁条约，趁项羽疲惫，背后捅刀。汉有天下太半，而诸侯皆附之，今是伏击，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。这是一次集体性的背信起义，是新世界的流氓逻辑对旧世界贵族精神的降维打击。然而即使是突破底线，也是有代价的。刘邦撕毁了契约，发动了偷袭，结果呢？在固陵，暴怒的项羽回身一击，汉军大败，坚壁自守。这就是西楚霸王真正的牌面。即便你撕毁协议，即便你背后偷袭，即便你集结了所有的资源，在纯粹的暴力面前，刘邦集团依然显得不堪一击。在这个至暗时刻，刘邦终于明白，想要猎杀神，光靠阴谋是不够的，必须引入那个唯一的终极的变量。他不得不低下头，许下重力，召唤那个身在其地的战神。只有当韩信的30万大军出现在地平线上时，胜利的天平才真正发生了倾斜。固陵的阴霾被一扫而空，所有的箭头都指向了那个最后的终局——垓下。垓下之战，韩信赢了，但刘邦的恐惧也到达了顶点。既然这个男人能终结项羽，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制衡他？于是，战争结束的钟声刚刚敲响，清算的倒计时就已经开始。汉王在至，驰入信壁，夺其军。史书只用了这11个字，却惊心动魄，没有任何预警，没有任何商量。刘邦单骑冲入大营，甚至没给韩信穿衣下拜的时间，径直收走了兵符，将这支刚刚横扫天下的无敌之势瞬间肢解。韩信甚至来不及反应，他从齐王被改封为楚王，看似平级调动，实则是调虎离山。他被剥离了根基深厚的齐地，扔到了刚刚经历战火、人心未复的楚地。即便如此，权力的中枢依然没有感到安全。公元前201年，有人上书告变，说韩信谋反，刘邦不需要证据，他只需要一个借口。陈平献计，伪游云梦。刘邦假装南巡于孟泽，会诸侯于陈，实际上这是一个针对韩信的捕兽夹。韩信陷入了巨大的纠结，他想反但无罪，想见又怕被擒。在恐惧的驱动下，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他逼死了投奔他的旧友钟离昧，提着钟离昧的人头去见刘邦，试图以此证明忠诚。这是一种极度幼稚的政治献媚。在刘邦看来，一个连朋友都可以出卖的人，还有什么底线是不能突破的？信至败也，武士复信，在后车，没有任何审判，直接捆绑。韩信仰天长叹：果若人言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高鸟尽，良弓藏，敌国破，谋臣亡，天下已定，我故当烹。他被押回洛阳，赦免死罪，贬为淮阴侯。狮子被拔掉了爪牙，关进了笼子。长安这座新兴的帝国之都，对韩信来说是一座巨大的软禁所。他趁病不朝，日夜愿亡。曾经那个运筹帷幄的统帅，此刻变得极度敏感且尖锐。有一天，他去樊哙家做客，武阳侯樊哙，刘邦的联军，土狗出身的猛将，见到韩信竟然行跪拜大礼，口称大王，极尽卑微。大王乃肯凌臣之门，这本是樊哙的厚道。但韩信出门时却自嘲苦笑，生乃与哙等为伍。这句话暴露了他内心深处那该死的傲慢。在他的认知里，他是王是神，而樊哙这种人不过是只会拿着盾牌冲锋的屠夫。更经典的一幕发生在刘邦与韩信的一次闲聊中。刘邦问：如果能将几何？韩信
信答：陛下不过能将10万。刘邦追问：于君何如？韩信答：臣多多而益善耳。刘邦笑了，笑得意味深长，多多益善，何为为我情？韩信解释说：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，这是韩信最后的倔强，哪怕在刀俎之上，他也要在专业领域压刘邦一头。他试图用技术壁垒来维护最后的尊严，但他不懂，在主权面前，技术一文不值。这番对话彻底封死了韩信的生路。一个随时宣称自己能力无上限且看不起领导的人，留着他，哪怕只是当个摆设，也是一颗就在卧榻之侧的雷。绝望中的韩信试图重启战争模式，既然政治走不通，那就掀桌子。他秘密联络了驻守边境的巨鹿守陈豨，攻之所居，天下精兵处也。公既举兵，吾从中起，天下可图也。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，他试图在京城内部发动政变，释放囚徒，攻打皇宫。他以为这还是一场攻城略地的战役，只要里应外合就能翻盘。但他忘了，此时的对手已经不是那个优柔寡断的项羽，而是大汉帝国的防火墙吕雉，以及那个最了解他的引路人萧何。公元前196年，所有的偶然都指向了必然的终局。陈豨反，刘邦亲征，长安空虚。吕后得到了韩信密谋的消息，他没有惊慌，没有请示，而是直接启动了清除。他找来了萧何，萧何那个曾经在月下追赶韩信的伯乐，那个向刘邦保举国士无双的知己，此刻面无表情地接下了这个任务。既然是他把这个变数引入了系统，现在就由他来亲手删除。萧何来到了韩信府上，带来了一个假消息：陈豨已死，群臣皆贺，军病虽惧，强入贺。韩信犹豫了，他怀疑这是一场鸿门宴，但看着萧何那张熟悉的诚恳的脸，他心中那道最后的防线软化了。他信了萧何，或者说他不得不信。他走进了长乐宫，走进了中室，大门关闭的轰鸣声是他生命中听到的最后声音。没有审判，没有申辩，只有埋伏已久的武士，因为顾忌见天不杀，见地不杀，见铁器不杀的誓言。吕后选择了最阴毒的方式，用竹枪刺死，让他死得像个妇人。一代兵仙死于妇人之手，死于知己之片，死于暗室之中。临死前，他喊出了那句著名的遗言：无悔不用蒯通之计，乃为儿女子所诈，岂非天灾？韩信的死是中国历史上一道巨大的创伤。2000年来，人们为此扼腕，痛恨刘邦的凉薄，痛恨吕后的毒辣。但在审计师的视角下，这不是道德问题，而是结构性矛盾。韩信代表的是功能性、理性，他追求的是效率、计算、征服。他是一把太过锋利的剑，锋利到没有剑鞘可以装得下。而刘邦代表的是生存性、理性，他追求的是稳定、制衡、传续。当天下大乱时，刘邦需要韩信这样的极致变量来推翻旧秩序，但当天下已定，帝国必须卸载变量，才能回归常态化运行。韩信的悲剧在于，他试图用功劳去兑换主权。他以为大汉是一个股份制公司，他是原始股东，但刘邦建立的是一个独资帝国，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？萧何的背叛更是神来之笔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恩怨，而是文官集团秩序维护者对武将集团秩序破坏者的一次合谋绞杀。韩信死后，夷三族那种能在100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基因，那个能将战争变成艺术的大脑，在物理层面上被彻底抹除了。长乐宫的钟声宣告了楚汉争霸这部大戏的正式落幕。那个群星闪耀、英雄辈出的时代，随着韩信的倒下变得黯淡无光，剩下的只有皇座上那个疲惫的老人和一群唯唯诺诺的庸才。刘邦赢了，但他赢得并不快乐。回到长安，见到韩信的尸体，史书记载了他的反应：且喜且怜之。喜是因为最大的威胁消失了，怜也许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那段波澜壮阔的青春也随之死去了。